我现在面前的是努比亚刚刚发布的全新一代旗舰机 Z50 Ultra， 我们来开箱看一下。很方正的一款机器啊，这个方向是正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机器拿出一边，这个重量不轻啊，很有分量。这里有一个硬质的透明手机壳，哇，这个手机壳的质感好棒啊！边缘呢是用这种类似于深空灰或者炭黑色的这种边框去修饰的。这个手机壳要比普通的软质手机壳用心很多啊。这个它没有写具体码数，根据我这实际算的话，应该是大概80瓦左右，80瓦左右的这样一枚插头啊。一会儿我看看那个参数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一起跟大家见证啊，1、2、3，当当，长这个样子。它是一个非常硬朗的线条风格，它的边框不是没有任何处理的那种铝合金亮面边框，而是非常有质感的磨砂质感的偏暖金色的这样一个边框。它的后盖呢应该是玻璃，磨砂质感的玻璃，下半部分是磨砂，上半部分呢是镜面，然后镜头的这个边框采用的是一个红色的边框。哇，中兴这2年做手机，你看虽然说这个市场占有率还不是非常高，但是感觉越来越上路了。我先跟大家描述一下努比亚 Z50 Ultra 的外观和手感。整体设计我觉得4个字：硬朗细腻。首先它的线条处理都是大开大合，我拿的这款机器总觉得它质感很像钛金属，当然实际上呢是铝合金和玻璃。后盖玻璃有光线划过，那种雾蒙蒙的反光感特别像金属。后盖顶部虽然是光面玻璃，但不是镜面反光，而是光线完全散开。 Z50 Ultra 正面从熄屏到点亮，这个过程我操作的几百次啊，但还是看不腻。3个原因，一个是完全没有 3D 曲面，整个屏幕直接拍在脸上；第二个是屏幕大且方方正正，还有一个就是采用了屏下镜头。先说没有曲面玻璃的边框，采用平面屏幕之后，曲面导致的光学绿边灰边自然就消失了。我对比一下中兴的 Axon 40 Ultra， 上边和下面边框其实宽度和 Axon 40差不多，都已经很极致了啊。机器侧面看的话，曲面屏被彻底干掉，只剩下金属边框。宽边框最大优点自然是握持稳定，无论是打游戏还是看视频都更不容易跌落，但不足就是手感上确实会显得厚。我拿在手里觉得好像和三星 S23 Ultra 差不多，但实际上一测发现Z50 Ultra 要更薄一些。我知道大家很期待和三星 S23 Ultra 正面对比啊，当当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各显神通吧。2款都是屏占比拉满到了极致。底部边框实际测试的话呢，和三星宽度也差不多。重量的话 ，Z50 Ultra 呢是233克，不轻巧啊。配合这个硬朗线条设计，我觉得目标用户应该会偏向男性群体一些。Z50 Ultra 4个角度采用的是圆角包裹的设计，握持的时候，这个角落抵在掌心，其实会更舒适一些。一个小细节啊 ，Z50 Ultra 虽然是平面屏幕，但是屏幕边缘会有微微的弧度啊。大家看这个光线流过的时候，能看到这种小弧度。显示部分是没有曲面显示的，只有最外侧的这个小边缘。这个算 0.5D 玻璃，它的手感确实要更顺滑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注的中兴第4代屏下镜头实用程度到底如何的环节啊！哇，这4代我也是和中兴一路走来啊。那这次屏下技术给到了努比亚品牌使用，所以本来这期视频已经没有时间做了，但是我还是想挤出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款产品。首先我们看一组浅色背景，从隐藏程度上来说，4代和之前3代表现很接近，就是浅色程度呢几乎看不见，深色背景呢就完全看不见，白色背景应该算是这几个场景里会相对明显一点的，但是其实隐藏的也很好了。如果我们把屏幕锁闭熄屏状态，也是几乎看不见。这个程度要比前2年的那个屏下技术真的是进步太多了。前2年的时候熄屏就是一个小方块，目前屏下镜头的隐藏效果，我认为已经可以达到完全成熟的这样一个水准了。用这款屏幕看电影体验极佳，因为没有内容被曲面屏所扭曲，也没有内容被镜头所遮挡，配合6.8寸大屏幕，属于视频神器啊。努比亚这次还开发了一系列太阳系8大行星的壁纸，我快速带大家感受一下。这个是地球，这个是木星，这个是水星，
这是土星，这是8套壁纸里我最喜欢的。这个是海王星。就每个行星的出场方式还不一样，冥王星就差一步啊，就晚点被踢出太阳系，它还能有个专属壁纸的机会。接下来进入另一个重要场景，就是屏下镜头自拍效果怎样。我对比了上一代屏下镜头技术的 Axon 40 Ultra 和这一代屏下镜头 Z50 Ultra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啊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呢左手拿的是 Axon 40，右手拿的是 Z50 Ultra， 我同时都打开了前置镜头，然后我把两款手机的美颜都关闭到了0，大家能看到吧，都是无。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款手机的成像，这一代 Z50 Ultra 肤色，它的肤色要更均匀也更准确。我现在两个手机同时拍一张啊，能看到这个差别吗？这一代对于肤色的处理，我认为已经相当准确了。我说一句话，大家立刻就能理解到，就是这一代自拍终于可以看到皮肤毛孔的细节了。好了，这两款手机呢，它的前置视频都是支持 1080p 的级别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目前来看呢，还是肤色的差别会很大，对不对？我距离近一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皮肤质感。Z50 Ultra 这个肤色确实准确了很多。嘴唇好像也更红一点，对不对？其他硬件部分，骁龙8 Gen 2芯片，最高16GB 内存，1TB 存储，大尺寸 X 轴振动马达，5000毫安时大电池。拍照部分配备主镜头超广角和一个85毫米等效潜望长焦镜头。主镜头呢是一颗35毫米等效焦段的镜头，经典的人文焦段。这次上手时间不够啊，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测试镜头表现了。分享两个小细节，第一个，机身侧边有一枚机械按键，默认是一键开启和关闭相机。我测试了一下，打开和关闭的速度非常快啊。如果你本身是摄影爱好者，喜欢街拍，那随时进入相机可以立刻抓住瞬间。如果你不是摄影爱好者，而是一个游戏爱好者，也可以自定义这枚按键，一键进入游戏模式。如果你是一个打电话爱好者啊，电话特别多，也可以设置为最经典的一键静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人文模式，依然有非常多的模拟胶片的滤镜啊，除了柯达、富士这类的，还包括了不列松黑白、大师人像这类滤镜，走胶片色彩以及复古情怀那一块的。以上就是 Z50 Ultra 的一个快速上手体验，前置屏下镜头体验又提升，这一点我真的特别开心，因为现在持续输出屏下镜头的其实就是中兴嘛，就我跟着这一代一代的体验，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进步，我真的也替中兴感到高兴啊！大家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亲自去线下感受一下，屏下镜头完全成熟的那一天，应该距离我们不远了。